大家好，今天我想在这个影片和各位分享佛陀如何教授女德。在《佛说育耶女经》当中呢，佛陀有对育耶女开示。育耶呢是一位女子，她是己孤独长者的媳妇。己孤独长者他有7个儿子，这个最小的儿子呢所娶的夫人呢，她就叫育耶。那己孤独长者是在舍卫国佛陀那个时代呢，算是一个富者、大长者，就是一位非常有钱有势的富有人家。那他呢，这一位己孤独长者叫须达。这位须达长者呢，和有一个结氏结交呢，也是另外一位长者，也是非常有钱的。他家呢有一位女儿，她叫育耶。这个女儿啊，长得非常的标致不管是脸蛋啊、姣好的身材啊，种种。所以这个育耶呢，从小呢就是备受宠爱。在还没出嫁到这个己孤独长者家的时候，在家里呢就非常受到大家的疼爱，因为她长得又美，然后呢非常的伶俐聪明。那这个须达长者呢，就是己孤独长者呢听到了他家里有这么一位千金啊，那他就希望呢他们能够可以成为一对。那最后呢，他也让他的儿子娶这个育耶呢回了家。他这个育耶啊，就是仗势着自己呢拥有外在种种的美貌，非常的美，身材又姣好，所以就不可一世。常常呢在家里对长者就是对她的公婆也好，所以对她的丈夫也好，言语非常的不敬。那因为己孤独长者呢是和佛陀呢有很深厚的因缘，我相信各位有念过佛经，一定有常常念到一段：一时佛在什么什么己孤独园开始呢就为什么什么说法。这个祇树己孤独园这个己孤独长者就是须达长者。他娶了这个育耶为媳妇到家中呢，原本以为是乖巧的媳妇，结果呢进来是一位非常贡高我慢、骄傲自大的悍妇。不仅呢对家中的长辈不够恭敬、不够顺从，对他自己的先生呢也是常常语言不恭敬。所以这个须达长者呢非常的苦恼，因为他供养了佛陀的一个金色嘛，所以他有一次呢就希望呢佛陀在己孤独园金色在说法时候呢，育耶能够跟着他们一起去听佛陀的教法，看看呢能不能够被佛陀感化。但是任何的方式呢去劝育耶，这个育耶都说我不去，说什么我都不会要去。那己孤独长者已经没有其他的办法了，他就只好去跟佛陀请求能不能呢到他家里面来接受应供。那佛陀呢也知道这个因缘是如此呢，那他就答应了这个己孤独长者的请求。所以呢他就说好，我会接受你的请求，去到你的家里。去到家里呢，己孤独长者所有的家族的成员都出来迎接佛陀，非常恭敬。唯有育耶呢就是不出来见。那佛陀已经知道啦，他这个育耶的习气，骄慢的习气之后呢，他就开始放大光明指摩金色。纵使育耶自己关在他自己的房间里面，但是呢佛陀的那个金光呢还照射进去育耶的房间里。所以呢这育耶非常的惊讶看到佛陀的非常庄严的法相，他也有点惧怕了。在经文里面就说：育耶见佛光明相貌极大惊怖，深畏惧心，便出礼佛。终于呢育耶
就从他房间里出来了。出来了之后啊，佛陀呢就开示喻耶：女人之法，不当以端正而生骄慢。形貌端正，非为端正，唯心行端正，人所爱敬，是为端正。不得以面貌端正骄慢自恣，后生卑贱，为人走死。佛陀马上就开门见山的来教化这个喻耶，说呢，真正一个女人呢，一定是不要依靠着自己的外在的形貌来做这个为人处事。因为呢，喻耶确实是非常的美脸长得美，身材也姣好，所以呢，在家里恃宠而骄，出嫁了到了这几孤独长者家呢，这个习气也没有改变。所以呢，佛陀呢就跟他非常明白，开门见山讲了，妇德一个做女人呢，就是应该要内心呢非常的端正，才会受人爱敬不是倚仗着外在的形体的美而来仗势欺人，这就不能够为人所恭敬。佛陀呢又在跟喻耶说，女人之法呢，有三障12，不自觉之。然后喻耶就问，什么叫做三障12呢？那佛陀就跟喻耶一一的非常详细耐心的解释。他说，一者呢，小时父母所障；二者出嫁夫主所障；三者老时儿子所障，是为三障。所以为什么佛教说女人少修500事？佛陀也在经文里开示了为什么女人有这3种障碍。小的时候呢，不能够很自由，父母亲管得比较严嘛这是第一个障。第二呢，出嫁了呢，丈夫也会需要管教她也不能随心所欲。那最后老的时候呢，女人老的时候也是要被儿子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女人有这3障。还有呢，除了这3个障碍，还有12当然这个12也不是说贬低女人的这个意思佛陀的意思在这经文是说呢，他有不喜的意思。食恶应该是讲食恶不欢喜。一者呢，生时父母不喜；二者呢，养育无味；三者常忧嫁娶失礼；四者处处为人；五者与父母别离；六者以他门户；七者怀妊甚难；八者产生时难；九者常为夫君；十者恒不得自在，是为食恶。这个就是10个不欢喜了首先呢，女子出生，以前的古时候都是重男轻女，不像我们现代就是女权都几乎是非常的平等了。以前女子出生的时候，首先看到是生女的，父母亲就不太欢喜了因为女的嘛，以后长大了呢，就是要嫁人，就变成别的人了。所以呢，当然呢，就会养育无味，就没有什么感觉有特别的上心那最后呢，长大了要嫁出去的时候呢，又怕这个嫁的不知道好不好。那再来呢，女子也是要处处为人，女子嘛，很多的不便，所以不能很自由自在自主。那再来呢，既然出嫁了，就是和父母别离，不会常常跟父母在一起。那再来呢，是以他门户，就是嫁出去就是别人的人了那也是要处处接受到很多的这些不自主。那七者呢，就是讲到女人结了婚呢会怀孕，怀孕的当中10个月也是种种的很多生理的困难不舒服。最后呢，要生产的时候也是难以前古时候的医疗比较不发达，或许可能一生产可能就会有身体很大的障碍，甚至失去性命的
也会有的。那9呢，就是肠胃夫君。以前古时候女孩子常常是非常害怕丈夫的，因为丈夫是天嘛，又不能够经济自主啊，所以很多事情呢都是要依靠着她的先生。那最后呢就很不得自在，就总刮了前面9个。女人总的来说呢就是很多受限，不得自在。那玉耶女呢听到了佛陀跟她开示这个三藏十悟这个开示呢之后呢，她身心战束啊，哇，整个身心毛孔非常的紧张，然后呢可能觉得非常的惭愧忏悔，她就跟佛陀起白说啊，唯愿世尊啊教我作父之法。那佛陀呢看到这个玉耶呢已经心性呢这个气焰调柔下来了，佛陀呢接着又非常耐心的和玉耶来说作父之法当有5等。何谓为5呢？一如母父，二如臣父，三如妹父，四者卑父，五者夫妇。那何谓这个母父呢？爱夫如子故，名母父。何谓臣父呢？视夫如君故，名臣父。何谓妹父？视夫如兄故，名妹父。何谓卑父？视夫如妾故，名卑父。何谓夫妇？背亲向恕永离所生。这有5种作父之法，做一个人家的妻子有5种这种方法，这佛陀都讲得非常的直白，对玉耶这么开示。所以有如母，也有如臣，如妹，如卑，如妾，如夫妇，就是它都有不同层次的这样子的互相所谓的恩爱亲昵同心异行，尊奉敬慎无骄慢情，善事内外嘉音丰盈，待接宾客称扬善名，是为夫妇之道。所以这个所谓的夫妇，这个就是佛陀跟他开示的。再来佛陀呢又在跟他开示说，你要怎么样奉侍你的姑丈夫主。姑丈就是古时候讲的公婆，夫主就是先生呢，也有5善3恶。佛陀跟他开示，一则晚眠早起，修治家事，所有美善莫自巷口，先敬姑丈夫主。二者看视家务，莫令肉丝。三者慎其口语，忍辱少嗔。四者精庄戒慎，恒恐不及。五者一心恭孝姑丈夫主，时有善名，亲族欢喜，为人所欲，是为5善。这就是佛陀在进阶一步呢跟玉耶女开示，那你要怎么样侍奉你的公婆跟你的先生，大致上来讲也是我们现在所知的就是口语呢要常柔软语啊，要少嗔怒，因为这玉耶女的脾气很大嘛，所以呢佛陀也特别跟他讲，你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个性。然后呢煮好的美善呢一定不要自己先吃，要先让自己的公婆长者要好好的把家顾好，然后呢自己呢就是行为举止呢是要非常庄严谨慎的。再来呢何谓3恶呢？就是不好的，要剔除这3个不好的，就是一者为民早眠，日出不起；二者好食自淡；三者不念生活有也世间，道他好丑，求人长短，斗乱口舌，亲族争忌，为人所见。这当中我没有完全把经文你一念出来，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呢，
佛陀开示依约女啊，就说你不可以睡得很晚起床，不侍奉公婆，然后呢也不可以好的东西呢就全部自己吃了啊，不留给长者啊，自己的夫君。那你也不能够说不好好的这个在家里把家庭管好呢，喜欢到处游玩然后随便喜欢道人长短，造成一些口舌之非，所以就是会为人所轻贱，这就是3个不好的。所以这就是佛陀呢非常的慈悲善巧的对玉耶女呢一一开示这种种。那最后呢，玉耶女感觉到自己惭愧不能自己，想到自己对自己的公婆对自己夫君完全没有是佛陀所说的，就非常的忏悔听到了呢，就跟佛陀说哎呀，真的我太愚痴了，没有闻到佛陀这样的一个殊胜的教法，自己呢非常的自恃，然后呢非常的高慢，都不自知自己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他现在呢就跟佛陀心生忏悔希望呢能按照佛所教诫他的这些种种来做一个具有妇德是人家的好的媳妇，也是人家好的妻子。那这个呢就是在佛说玉耶女经当中呢，这个几孤独长者的这个媳妇的故事这个故事呢可以给我们有一个启发。其实这个夫妻之道或者是说这个整个公婆如何的互相相处，在现代这个社会呢，确实大家比较是属于有自主的想法了。佛说玉耶女经呢，是佛陀因应着那时候几孤独长者他的媳妇他的个性，以及那时候印度的社会的种种呢，佛陀呢因应当时的社会的情节背景所开示，对这个人，这就玉耶女这个女子来开示道。当然这当中的经文我们也有看到很多都是表法，就是讲女孩子有很多障碍种种家人不欢喜并不代表佛陀歧视女性或者是贬低，因为呢这个就是一种因应当初的社会环境所承袭下来的一个家族的传统，或是与人对长者的传统。当然现代的社会呢，女子呢都是非常独立自主，况且经济也都独立可能听到这样子佛说玉耶女经会有点觉得女权被贬的感觉其实呢在这个现代社会，不仅是女子呢要尽可能可以去依循这样佛陀的这样的一个善巧方式，但是呢男子呢也是要一种平等对待，才能够在家庭呢和谐，因为要互相的尊重平等嘛。现在每个人都是尊重每个人的一个基本的平等就是要互相尊重。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大方向的一个参考，而且我们也可以从这个经典呢看得出来。那因应现在的社会呢，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有点不切实际，不过呢我想这有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女子尽可能知道自己有一些的短处，可以以长补短。那男众呢也应该要以宽怀然后尊重的心来对待自己家里的这个太太，这样子呢才能共创这个和谐的家庭跟社会所以这个我觉得呢，这是佛陀应该是要给我们一个比较这个部分的正向的一个思考。今天在这个影片呢和各位分享这个佛说玉耶女经，也希望能给大家或多或少的启发那也祝福大家一切六时吉祥，阿弥陀佛。